这件事乃是大事，不仅古明渊和梁丘大师明白，楚宣正法也是明白，所以楚宣正法此时已是命人将是血堂的人抓起来，准备审讯。但此时他却也来到古明渊身前。明渊，今日真是谢了。楚宣正法来到古明渊身前，施以一礼：“你叫我什么？”然而面对楚宣正法的道谢，古明渊的脸色却是变得阴沉起来，是在下口误了。此时楚宣正法才认识到自己说错了话，于是赶忙道歉认错：“以后离我远一点。”古明渊冷声说道。而此时楚宣正法只是一脸的尴尬，却已说不出话来。尽管许多人都知道古明渊不喜欢楚宣正法，但都以为他们之间有什么误会。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楚灵犀的父母，是有过夫妻之实的，可却没有想到古明渊对楚宣正法竟如此的冷漠，这简直已经到了厌烦的地步。娘亲！忽然一道声音响起，楚灵犀来到了近前，并且还用埋怨的小眼神看着古明渊，显然他也是看不下去古明渊那样对待自己的父亲了。毕竟楚灵犀与楚宣正法的关系可是非常亲近的，虽然古明渊并不认楚宣正法这位丈夫，可楚灵犀却是认楚宣正法这个爹的，甚至楚灵犀更偏向于楚宣正法，不然当年也不会宁愿留在楚氏天族，也不去万州古族了。而见楚灵犀过来后，古明渊便身形一转，消失不见。尽管他并没有继续难为楚宣正法，可却也没有给楚宣正法好一点的脸色，而是选择了躲避。我的父亲大人，我娘亲她对你还有误会，这误会还要慢慢解开，在此之前你还是跟她保持一点距离为好，不然她的脾气你是知道的，这样弄得你下不来台，多尴尬呀。楚灵犀这番话乃是暗中传音的方式，而此时原本一脸尴尬的楚宣正法并没有因为古明渊的事而去计较什么，反而看到楚灵犀之后顿时满面的笑容。灵犀，你这进步真是让为父大跌眼镜啊，尽管早就知道你会超越我，却没有想到你这么快就超越了我。超越父亲大人不过是第一步罢了，接下来的第3步是要超越母亲大人。楚灵犀得意地说道，以你的天赋就算超越你母亲也不是没有可能啊，那第2步呢？忽然楚宣正法问道。第2步就是要超越楚风哥哥。话到此处，楚灵犀将目光投向了楚风。楚风就在不远处，此话听得清清楚楚，所以楚风也是有些诧异，他并没有想到楚灵犀居然将他当成了超越目标。楚风哥哥，对于楚轩辕前辈的事我很难过，因为自从我父亲与我讲述了关于你父亲的事情后，我便非常敬仰你的父亲，不过很遗憾，我与他不是同代人，没有见识到他当年究竟是有多耀眼，也注定无法与他切磋。但是我很幸运的是遇到了楚风哥哥你，尽管我很知道不合时宜，可是我还是迫不及待的想要挑战楚风哥哥。楚风哥哥能否与我切磋一番，分个高低？楚灵犀极为认真地对楚风说道。看着此时的楚灵犀，楚风也是内心变化，他看得出来楚灵犀此时的目光不仅很是认真，其中还蕴藏着2个字：渴望。楚灵犀他极其渴望能与楚风分个高低，无关于亲情，无关于友情，纯粹的是修武者的好胜心。而听闻楚灵犀的一番话后，那些在场的所有人也都是变得期待起来。楚风如今的真实修为乃是3品尊者，而楚灵犀的真实修为也是3品尊者。3品尊者代表着什么？要知道，被誉为祖武星域最强天才的灵狐鸿飞，当时在九龙上界与楚风交手的时候，也不过是2品尊者而已。至少从眼下来看，楚风和楚灵犀的修为都是超越了灵狐鸿飞的。所以，楚灵犀若与楚风一战，那么此战的获胜者便是祖武星域当今小辈真正的最强天才。但人们却也知道，楚轩辕刚刚死去，楚氏天族又遭受这样的事情，楚风定是身心疲惫。这个时候，楚风会接受楚灵犀的挑战吗？然而，在众人不确定的目光下，在楚灵犀认真的目光下，楚风也终于开口：灵犀，若是要战，我可不会手下留情。听得此话，众人大喜，因为他们等的就是楚风这一句话。毕竟只要楚风应战，人们就能看到一场精彩的对决。但若要说开心，最开心的却仍是楚灵犀。放心，我也不会手下留情。楚灵犀说道。楚风哥哥，既然你应了，那我们现在开始。楚灵犀对楚风问道，他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与楚风切磋一番。先等一下。楚风说话之间，双手捏出法诀，结界之力便自体内释放而出，如泉水一般在其周身涌动。而在结界之力的涌动之下，他那满身伤痕竟立刻消散，就连衣服都被修补，果然是故意受伤的。见到这一幕，人们都知道了，楚风之前身上的伤果然是他故意被那些修武高手打出来的。毕竟他能够如此轻易的就将这些伤治愈，便说明这些伤根本就不算什么。来吧。楚风伤愈之后说道。楚风哥哥，先领教一下你的剑法吧。楚灵犀手臂一甩，在其手中便出现了一把粉红色的长剑。这把剑剑体通透，极为精致，就好像是专门为楚灵犀准备的一样。最重要的是，这把剑剑气通天，霸道非常。那不仅是一把半程尊兵，还是一件品质极佳的半程尊兵。来吧。楚风握着手中的蓝玉渊剑，对准了楚灵犀。下一刻，楚灵犀消失不见，再度出现之时，竟已是来到楚风近前。他手中的粉色长剑对着楚风的颈部便刺了过来。这一次可谓是快、准、狠，极其凌厉。剑刃位置，剑气先到。楚灵犀果然没有开玩笑，他与楚风切磋乃是认真的。不过楚风可不是寻常之辈，他并没有用手中的蓝玉渊剑去挡，反而是用手中的蓝玉渊剑对着楚灵犀的脖颈处刺了过去。眨眼间，楚灵犀的剑刃已是来到近前，不过楚风身形一闪，便将那剑刃躲开。化解攻势的同时，楚风自己手中的剑已是来到了楚灵犀的脖颈之前，可就是众人眼中的致命攻势。只见楚灵犀娇躯微微一动，竟也是轻而易举的闪躲开来。我的灵犀妹妹功力大涨啊！见此情形，楚风忍不住夸赞起来。
我的楚风哥哥，这才刚刚开始，若要夸我，再等等也不迟。楚灵溪也是甜甜一笑，精致的小脸之上散发着自信。虽然二人有说有笑，看上去就像是打闹一般，可他们二人手中的兵刃可不是打闹，攻势凌厉，你来我往，一时之间竟难分胜负。而此时，楚风的内心也是越发惊叹，楚灵溪的进步实在太快了。楚风虽然此时并未真的施展全力，可是他却也非常认可楚灵溪的实力。楚灵溪的剑法非常精妙，那可不是简单的攻势，而是明显专心学过的剑法。能够掌握着剑法，就已经说明了楚灵溪的领悟力超乎常人。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楚灵溪的战力极强。楚风手中的蓝玉渊剑与楚灵溪手中的半城尊兵属性相近，可就是这样相近的兵刃碰撞到一起之后，双方竟然都没有被击退。这说明楚灵溪的战力极强，就算比楚风弱，也只是弱上一点点而已，至少比三成的那些天才要强的多得多，甚至比那南宫一凡都要强上许多。楚灵溪的战力基本上已经达到了三品尊者顶尖的层次，看来不能放水了。眼见着继续这样下去，胜负难分，楚风便施展出了全力。楚风转变了攻势，他逼迫楚灵溪不得不用半城尊兵来挡自己的蓝玉渊剑。于是兵刃交错，道道火花不断的从两把长剑之中四散飞舞，而楚灵溪也是被击得连连倒退。尽管楚风施展全力，他的战力也只是比楚灵溪高了一点点而已，可是却足以让楚灵溪手臂发麻，持续下去难以支撑。猛然间，楚灵溪的额头之上闪烁出了天字光芒，天字雷纹涌现，楚灵溪的修为便立刻得到了提升。而几乎与此同时，楚风的神字雷纹也是涌现而出，二人几乎在同一时间便将修为从三品尊者提升到了四品尊者的地步。可恶啊，楚风哥哥，你这也太欺负人了！然而尽管二人的修为都只是提升了一品修为，可是楚灵溪与楚风交战反而更加艰难了，这也是没办法的事。神级雷纹对天级雷纹本就有着压制作用，那是气势上的压制，我也没办法呀，我修炼的就是这个功法，你总不能让我不用吧？楚风笑嘻嘻地说道，但不得不说，他笑得很贱。哼，你别得意，天级血脉不是你对手，我可还有其他手段。忽然之间，楚灵溪的身上散发出了淡白色的光华，那光华化作一道薄薄的铠甲，覆盖在了楚灵溪的裙摆之上。而当那光华铠甲出现之后，楚灵溪的修为竟再度提升，从四品尊者提升到了五品尊者的地步。见此情形，楚风哪里还敢怠慢，赶忙释放出了雷霆铠甲来提升自己的修为，毕竟只有如此才能与楚灵溪进行抗衡。但同时，楚风的内心也是为之震荡，因为楚灵溪身上的铠甲很是奇怪，那其中有至宝的力量，但又不全是至宝的力量，还有着一种血脉的力量，而那血脉之力不仅不是天级血脉，还是一种楚风从未感受到过的血脉之力。丫头，你身上的这是什么？楚风问道。哈哈，楚风哥哥是不是很惊讶？我的身上穿着的乃是我万州古族的至宝古族内甲，这古族内甲必须用万州古族独有的血脉之力才能催动，催动之后便可以提升战力，而我就厉害了，不只是提升战力这么简单，而是可以提升一品修为。你知道我为何能够在短时间之内修为突飞猛进了吗？乃是因为我万州古族的血脉之力从出生时便被我母亲以秘法压制，而后回到万州古族又进入阵法之内，以秘法开启，所以我能突飞猛进，靠的并不是天赋，而是我万州古族的血脉之力。楚灵溪对楚风说道。所以丫头，你拥有两种血脉之力。楚风此时恍然大悟，搞了半天不是当初楚灵溪的天赋不够，而是楚灵溪的天赋被压制了，这不是蜕变，而是觉醒，本就属于他的力量终于觉醒，这也就难怪他会有今日的经验了。说起来，就连楚风也是有些羡慕，天生拥有两种血脉之力，这对于修武者来说的确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嘻嘻，我知道单纯的比拼天级血脉，我肯定不是你的对手，毕竟楚风哥哥你修炼的可是天级血脉中最顶级的玄功神罚玄功，可是我所拥有的可不只是天级血脉。楚风哥哥你可不要大意。刷刷，话音刚落，楚灵溪再度发动攻势，并且这一次的攻势变得格外凶猛，脚下生风，漫天残影，就好像无数个人同时向楚风攻了过来。他不再是单纯的剑术比拼，他运用了仙法。见状，楚风也不怠慢，同样以仙法应对，而者你来我往，攻势也是越来越强，但终究是难分胜负。楚风哥哥，接下来这一招你若是扛不住就提前说。忽然楚灵溪不再对楚风继续发动攻势，反而是身形倒退。这丫头见此情形，楚风也是目光一动。楚灵溪自从施展了万州古族的血脉之力，身上便一直散发着淡淡的白光，可是此时楚灵溪身上的白光却变得极为的神圣，而紧接着在楚灵溪的头顶之上竟然出现了一轮明日，那明日光芒普照，将这方天地都笼罩在了那神圣的光芒之下，并且在那神圣的光芒之中，楚风感受到了极为强大的力量。难道说这是万州古族的九段仙法古族圣光轮？不会有错，就是古族圣光轮。我的乖乖，这可是整个祖武星域最强的九段仙法之一。不过据说这古族圣光轮修炼难度奇高，据说万州古族许多长老至今为止都没有掌握，楚灵溪他小小年纪便掌握了如此仙法，许多人都感到惊叹，因为这古族圣光轮的确是威名在外。忽然之间，天际之上雷声阵阵，血云翻腾，原本圣光普照的天地被血红之色占据了一半，那是楚风的先进武技先进血雷术。楚风能够感受到楚灵溪这九段仙法的厉害，至少楚灵溪这古族圣光轮
带给楚风的威胁，比那难攻一凡的九段仙法威胁性要强得多。甚至哪怕是楚风目前所能使用的手段中最强的仙境血雷术，楚风也没有把握能够分出胜负。这好像是仙境武技啊！而此时人们也都发现，楚风所施展的漫天血雷乃是仙境武技。难道说楚风要用仙境武技对抗如此强横的九段仙法吗？太胡来了吧！尽管楚风这仙境武技虽然厉害，可是也难以对抗九段仙法吧？更何况楚灵犀所施展的还是古族圣光轮，这可是万州古族最强的仙法之一呀！尽管漫天血雷威势滔天，可当人们发现那乃是仙境武技之后，人们却也都无法理解楚风。毕竟在人们的认知当中，仙境武技再强，也终究有个极限。再强的仙境武技与九段仙法比，都是差别极大。又何况楚灵犀这仙法是如此的凶猛。楚风哥哥，我可不想伤你，不如就以你我距离的中间点为限，以技法对决，谁的技法能够越线，便是谁胜，可好？楚灵犀对楚风说道。虽然他这话说的狂妄，可是相比于其他人，他却没有一点轻视楚风。他知道楚风这仙境武技绝非寻常的仙境武技，所以他并不会掉以轻心。好，依你。对于楚灵犀的提议，楚风也很是赞同。毕竟他们二人的手段都是杀伤力极强，就算手下留情，怕也是会造成重创。而楚灵犀的提议既可以比拼技法的强弱，也不会伤到他们二人。那便开始了。楚灵犀话音落下，悬在其头顶的明日便射出一道光柱。那光柱并没有直奔楚风而来，而是奔着二人距离的中间点而去。几乎与此同时，雷声阵阵，无数道血雷缠绕交错，汇集成一条巨大的血色雷龙。这条巨大的血色雷龙同样奔着二人之间的中间点而去，光芒四射，血雷冲天。二人的最强技法已是站在一处，这是一场持续的较量，就像是两方军队要攻占对方领地，谁先踏入对方领地，谁便获胜。然而这两方军队的力量却是不相上下，抗衡许久，也是胜负难分。直到楚风这仙境武技和楚灵犀那九段仙法力量耗尽，竟也是没有一个结果，平局，竟是平局，太厉害了！楚风他竟真的凭借仙境武技抗衡了万州古族的最强仙法。不过话说回来，楚灵犀小小年纪能有这等成就，也实在惊人。这一次楚氏天族怕是要崛起了，一定是要崛起了。楚氏天族族长拥有尊者巅峰的实力，距离至尊境不过一步之遥，这已是非常厉傲的。现在又拥有楚风和楚灵犀两位妖孽级天才，这简直比当年楚轩辕在世的时候还要厉害。是天耀星这楚氏天族啊！一时之间，众人感叹连连。尽管这场对决人们也看得出来，楚风和楚灵犀都有手下留情，相比于其他小辈的全力以赴，他们二人的对决更像是切磋。可是毋庸置疑的是，楚风和楚灵犀的表现仍是征服了在场的人们。甚至从他们二人的这场对决，人们都看到了日后楚氏天族兴盛的局面，那将是楚氏天族从未有过的高度。而人们都觉得那一天的距离已经不远了。对决之后，楚氏天族便再度以结界阵法封锁边界，不过围观之人却迟迟不肯散去，他们还在回味着今日在楚氏天族所发生的事情。而因为没有办法帮助楚氏天族族长疗伤，所以楚风便想参与一下对是血堂之人的审问。楚灵犀也是与楚风随同。楚风哥哥，刚刚你好像没有施展全力。途中，楚灵犀忽然说道。没有啊。楚风摇了摇头，别骗我了，你那仙境武技很厉害，我能感觉得到。你若是施展全力，怕是我的古族圣光轮也不是你那仙境武技的对手。楚灵犀说道。我真的没有保留。楚风其实是在撒谎，他当然有所保留。就如同楚灵犀所说，尽管楚灵犀的古族圣光轮很强，但楚风的仙境血雷术也的确略胜一筹。楚风若是施展全力，的确可以取胜。不过公共场合之下，他可不希望楚灵犀下不来台。平局是最好的结果，还骗我，真以为我傻吗？不过楚风哥哥，就算你有所保留，其实赢的也是我，你知道为什么吗？忽然楚灵犀的脸上露出了一抹坏坏的笑容。你说说看。楚风也有些好奇。就在此时，耀眼的雷霆出现在楚风的眼前，是楚灵犀。那九色雷霆自楚灵犀身体释放而出，化作雷霆铠甲，覆盖在了楚灵犀的身上。而这一刻，楚灵犀的修为也是得以提升。你这丫头！此时就连楚风也是满眼的惊叹。搞了半天，不只是他有所保留，楚灵犀这个丫头更是有所保留，因为楚灵犀这丫头也解封了雷霆铠甲的力量，只是他刚刚没有使用。若是使用的话，楚灵犀的修为还可以提升，那个时候楚风还真就无法与这个丫头抗衡。所以现在开始，你要叫我姐姐。楚灵犀对楚风说道。为什么？楚风问道。你忘记了，咱们两个之前说过，谁实力强，谁就最长。你之前比我强，我叫你哥哥，现在我比你强了，你当然要叫我姐姐。楚灵犀说道。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记得了？楚风皱了皱眉，这件事真的毫无印象。哦，差点忘记了，是我修炼的时候自己梦到的。楚灵犀忽然露出了羞涩的笑容。我说丫头，不带这么欺负人的吧？你自己做的梦也算啊。楚风一脸的无奈。也对哦，是我自己记混了，那梦太真实了，还以为真的发生过。不过也不能怪我呀，你也知道的，闭关修炼的时候，幻象和真实有点时候真的是会搞混。楚灵犀说道。没关系，原谅你了。楚风说道。但你还是要叫我姐姐。楚灵犀说道。为什么啊？楚风问道。什么为什么？我本来就比你大好不好？按照年龄来顺，你也应该叫本姑娘姐姐。楚灵犀说道。是，你说的有道理，但是你看看，你长得像我妹妹似的，叫我怎么叫你姐姐？这样吧，咱们两个不论辈分了，你还是叫我楚风吧。楚风说道。那你怎么叫我？
楚灵溪问道：“我叫你灵溪妹妹。”楚风说道：“你滚！”楚灵溪抬手一拳就向楚风打了过去。救命啊！妹妹打哥哥了！楚风闪躲开来，大喊大叫：“这是姐姐打弟弟！”楚灵溪纠正道：“我就是你哥哥，刚刚你叫我哥哥，所有人都听见了。”楚风说道：“屁，那是我做梦记混了。可恶啊！我叫你哥哥，你居然就应了，你太不要脸了吧！”楚灵溪追打得更狠了。灵溪也都是大姑娘了，这样成何体统？可就在此时，一道身影忽然浮现，是古明渊。娘亲，你还说我叫楚风哥哥，你为什么不提醒我？楚灵溪问道。谁知道你们两个什么关系？古明渊说道。你这不就是向着他吗？你可是我娘亲啊！楚灵溪说道。然而古明渊却没有理会楚灵溪，反而是看向楚风。楚风，当今小辈都以至宝提升修为，你没有，很吃亏。这个你拿去用吧。古明渊说话间，将一个玉佩递给了楚风。这块玉佩通体红色，宛如火焰打造而成，很美，但却也很不同寻常，其中蕴藏着极强的尊级武力。楚风看到这块玉佩，便知道这乃是一件至宝，是能提升修为的那种。此玉佩名为火灵咒，若是能够与它融合，在尊者境可提升一品修为。当然，至宝的力量终究有限，若是超越尊者境，它将失去功效。不仅这块火灵符，灵犀的古族内甲也只能帮他在尊者境提升修为，就连灵狐鸿飞那费尽心思才与其融合的清明魂也是一样。尊者境是极限，超越尊者境将会失去功效，尽管终将失效，可至少在尊者境还有用处。他们有，你也应该有，否则便吃了亏。古明渊与楚风说道：“前辈，这太贵重了。”说实话，楚风与南宫一凡等人交手后，就已经意识到了至宝的作用。楚风的雷纹、雷霆血脉只能帮助楚风提升2品修为，可南宫一凡他们却能够提升3品修为。之所以比楚风多出1品，正是因为他们身上都有这种能够提升修为的至宝。就如同古明渊所说，他的确吃亏，可是这样的至宝价值连城。尤其是此时古明渊手中的火灵咒，楚风看得出来，这件至宝的价值怕是比寻常的至宝还要高出一些，乃是真正的无价之宝。我与你父亲当年年少之时，机缘巧合下曾入过一处秘境，这块火灵咒便是从那秘境之中所得。但能得到这块火灵咒，靠的并不是我，而是你的父亲。我一直想将这火灵咒还给他，只是奈何一直没有机会。今日也算将它还给你，也是一样的。古明渊说道。楚风，你就收着吧，我娘亲说的是真的。楚灵溪上前说道。楚风，你与灵狐鸿飞注定还有一战，你也需要他。古明渊继续说道。而古明渊这一句话也算是说到了楚风的心里。楚风自己也有一种预感，他和灵狐鸿飞之间的事情还未结束，迟早还有一战。楚风的确需要增强自己的手段才行。前辈，多谢了。楚风将这块火灵咒接了下来，谢就免了，本来就是你父亲的，就当是替你父亲交给你了。古明渊淡淡的笑道。对了，可忽然古明渊再度开口，并且这一次古明渊竟是暗中传音。前辈，有何事？楚风意识到古明渊有要紧的事要与楚风说。你父亲他真的不在了？古明渊问道。前辈，我觉得我父亲他没有死。楚风如实说出了自己的想法。对于古明渊，楚风觉得没必要隐瞒。那我知道了。听得此话，古明渊便没有再多问，但却在他的脸上却涌现出了一抹放心的笑容。楚风看得出来，古明渊对自己的父亲可能不是特别熟悉，但关系应该也还不错，至少古明渊前辈是希望他父亲安然的。随后楚风便与楚灵溪以及古明渊一同来到了那审讯室血堂的地方。只不过当他们来到审讯地方的时候，却发现擅长审讯的楚轩正法以及刑罚堂的众多高手竟是一筹莫展。审讯无非就是以折磨的手段来逼迫对方说出自己想知道的事情。是血堂高手虽然修为强横，可因为被古明渊特殊的锁链捆绑，所以楚轩正法等人的手段对他们也同样可以发挥作用。只是奈何是血堂堂主以及那几位高手虽然都不是什么好人，可却都是钢筋铁骨，非常的有骨气。无论楚轩正法用怎样的手段来折磨他们，他们竟是只字不提。看那架势，哪怕将他们就这样杀了，他们也不会说出那个幕后指使是谁。楚风、灵溪，你们怎么来了？见到楚风等人出现，楚轩正法有些意外。很显然他并不希望楚风和楚灵溪，尤其是古明渊看到他这无能为力的样子。但古明渊却丝毫不在乎初选阵法的想法，而是进入此处后便挥了挥手，你们全都下去吧。他的语气依旧冰冷，与和楚风交谈的时候相比，简直判若两人。与楚风交谈时，他是一个温柔和蔼的前辈，但此时的他却是高高在上、冷漠无情的女王。虽然古明渊不是楚氏天族的族人，可是对于古明渊这种人物，就连楚轩正法都不敢怠慢，更何况是其他人。所以楚轩正法他根本连问题都没有问，而是直接将刑罚堂的人全部带了出去，将这本属于他们的审讯大殿交给了古明渊。于是阴暗潮湿的审讯大殿内，除了那些被捆绑住的是血堂的高手外，便只有楚风、楚灵溪以及古明渊。真是想不到你们这群败类却也有着属于你们的职业素养。嘴巴够严的，古明渊以极其讽刺口吻说道，你又想用怎样的手段来折磨老夫？是血堂堂主说道。折磨你没有意思。古明渊说道。折磨他们老夫更无所谓。是血堂堂主说道。我当然知道折磨他们你无所谓，但折磨你的孙子呢？古明渊说道。孙子，江湖传闻而已，这种事情你也信？不妨实话告诉你吧，那传闻乃是老夫散出去的，就是想迷惑你们罢了。老夫连儿子都没有，又从哪里来的孙子？是血堂堂主笑着摇了摇头，在他的脸上也布满了讽刺的意味，就好像
古明渊提及他的孙子，本身就是一件很好笑的事情一样。若真的是你故意散出去的谣言，迷惑我不是更好？你又何必再次解释？古明渊说道。其实落到你们手里，老夫就没想过要活下去，所以也不想你浪费时间。古明渊，在祖武、星域，你也算是一个人物，能死在你手里也是不冤，不如给老夫一个痛快吧。嗜血堂堂主说道。想死？可以，告诉我是谁让你对付楚氏天族的？古明渊问道。没有，幕后指使，是老夫与楚轩辕有个人恩怨。嗜血堂堂主说道。你觉得我很好骗吗？我告诉你，你想死可以，但那是在你说出幕后指使之后，在这之前是不会让你死的。等着，我亲自去将你的孙子给你抓过来。古明渊说道。真是想不到，古明渊竟然如此愚蠢，要为一个谣言而去浪费时间。既然你要浪费时间，那你就去做吧。嗜血堂堂主忽然大笑，笑容之中充满了讽刺之意。可就在此时，古明渊竟也忽然大笑起来，他笑的声音竟比嗜血堂堂主还要大声。好好的活下去，休想自杀，因为若是你死了，我保证你的孙儿会比你还要惨。楚风、灵犀，我们走。古明渊说完此话，便带着楚风和楚灵犀向外走去。而此时，楚风尽管没有看向嗜血堂堂主，可凭借结界之术的手段，楚风哪怕是背对着他，却也能够看到他的表情变化。嗜血堂堂主的眼中闪过了一抹惊慌，这让楚风断定古明渊说的话可能是真的。嗜血堂堂主他可能真的有一个孙儿，而那个孙儿明显便是血堂堂主的软肋。尽管他已经极力掩饰，可还是被楚风发现了破绽。楚风、灵犀，你们先留在这里，我出去一段时间。走出审讯大殿后，古明渊对楚风和楚灵犀说道。前辈，您真的知道嗜血堂堂主他的孙儿在何处？楚风问道。嗜血堂这个势力很危险，可以说是祖武星域最危险的势力，因为他们会被躲在暗处的卑鄙小人所使用，所以嗜血堂可以说是祖武星域内最可怕的兵器。为了防止嗜血堂对付我万州古族，我一直在查嗜血堂堂主的软肋，我此去定然不会空手而归。古明渊说道。那便有劳前辈了。楚风谢道。灵犀毕竟是楚氏天族族人，楚氏天族的事也就等于是我万州古族的事。楚风，我走的这段时间，灵犀他可就交给你来照顾了。古明渊说这话的时候，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楚灵犀。谁说我要他照顾啊？我自己可以照顾好自己。楚灵犀说道。是吗？古明渊的笑容变得更浓。哎呀，你要去就快去吧，不然是血堂的人可能真的会自杀。楚灵犀很不耐烦地说道。可是他的小脸却是有些泛红。快看，这么快就想赶我走了，真是女大不中留哥。古明渊说道。什么女大不中留？你在说什么啊？楚灵犀的脸颊变得更红了。好了好了，我走我走。古明渊的笑声虽然还在，但他的身影却已经消失。而古明渊走后，楚风也是看向楚灵犀，说道。这天也不热呀，怎么脸红了？闭嘴！楚灵犀恶狠狠地瞪了楚风一眼。可惜。楚风忽然很是惋惜地叹了一声。什么可惜？楚灵犀问道。这么好看的眼睛，偏偏不给人好眼色，实在可惜。楚风说道。再不闭嘴，我就打死你！楚灵犀说话间便举起了拳头。灵犀，你娘亲呢？可就在此时，一道身影却是落在此处，乃是楚轩正法。见状，楚风也是与楚轩正法说明了古明渊的去向。得知此事后，楚轩正法也是大喜。本来他已经束手无策，却没有想到古明渊竟然还知道这样的惊天秘密。他很相信古明渊的本事，所以他觉得只要等待古明渊回来之后，自然可以逼的是血堂堂主说出真相。楚风、灵犀，你们二人现在也都是尊者境了，我楚氏天族的血脉修炼阵对你们应该也有效果了。而族长大人的事，反正你们也帮不上忙，与其这样带着，不如去血脉阵感受一下，倘若那里对你们也有帮助，便在那里修炼一段日子吧。楚轩正法说道。前辈，先等一下吧，我还是放心不下族长大人。楚风说道。楚风，还是去血脉阵看看吧，正好我也想去看看呢，你就陪我一起去呗。楚灵犀忽然说道。见楚灵犀这样说之后，楚风也是不好拒绝。其实楚风也早就想去血脉阵看看了，只是上次回来遇到了虚空神术的事情，还没来得及进入族内就直接离开了。而这次回来又遇到了是血堂的事情，楚风的确没有这个心情。可是既然楚灵犀要楚风陪他，楚风自然也是不好推脱。于是楚风便与楚风进入了楚氏天族的血脉阵，当然随同的还有楚轩正法。楚风，这血脉阵真的是你开启的？楚灵犀身为楚氏天族族人，自然早就听闻过血脉祭坛，但也是刚刚才从他父亲口中得知，血脉祭坛内8座修炼阵永久开启，而这乃是出自楚风的手笔。要知道，之前楚汉仙和楚轩辕也没有做到这件事，而楚风却做到了，所以他才如此惊讶。的确是楚风，当时我在场。楚轩正法说道。真有你的，说起来，若不是我娘亲的帮助，我还真就追不上你。你这家伙的天赋太可怕了，怕是迟早还是要被你甩在身后，我真是不敢有一丝懈怠。楚灵犀说道。你这丫头可就别谦虚了吧。楚风笑着摇了摇头。我这可不是谦虚，而是有自知之明。楚灵犀说道。而有说有笑间，三人已经进入了血脉修炼阵之内，这里面的天地能量好浓郁。进入其中，楚灵犀顿时变得兴奋起来。不仅是他，就连楚风也是感叹此处的厉害。当初这血脉修炼阵刚刚开启的时候，其实楚风就已经进来过，只是奈何这里面的天地能量基本上都是尊级武力，对楚风没有帮助，楚风也感悟不到什么东西，所以楚风并未久留。可是现在楚风乃是3品尊者，以尊者修为，再入此处便有了全然不同的体验。这里不仅仅是修武之道和磅礴的武力这么简单，就连血脉之力都变得活跃起来。这里的确是天级血脉者修炼的圣地，现在的楚风再进入此处，说是如鱼得水也不为过。楚风觉得，若是在这里闭关修炼个1年半载，
修为定会得到增进。保守的说，也可以提升2品修为，就算提升3品，也不是没有可能。这里简直太棒了，真是没想到，我处世天族内竟然有如此了得的修炼圣地。若是在此处闭关个1年，我一定能够突破到5品尊者。相比于楚风内心的猜测，楚灵犀则是兴奋地大喊起来。果然，他也感受到了与楚风相同的东西。1年之内5品尊者，灵犀，你真的觉得你在此处修炼1年，能够连续提升2品修为？可是，当楚灵犀的话落入楚轩正法的耳中后，他则是无法淡定了。楚轩正法，他的年龄与楚轩辕香差不多，而他苦修多年才踏入尊者境。他深知想在尊者境提升修为是一件多么难的事情。楚灵犀能在短时间内成为3品尊者，他虽然也感到震惊，可毕竟楚灵犀的血液里流淌着万州古族最纯粹的血脉之力，再加上楚灵犀的母亲古明渊早在楚灵犀刚刚出生的时候就在其体内种下了种子，只能说现在的楚灵犀到了收获的季节，所以他突飞猛进，乃是古明渊精心准备的。对此楚轩正法尚且还能接受，也早有心理准备，可在这里1年时间突破到5品尊者，着实还是将楚轩正法吓了一跳。毕竟这里他与楚世天族的诸位长老都是修炼过的，他也知道这里是修炼圣地，可却也没有感受到楚灵犀所说的力量，这让他不得不思考，天赋的差距难道真的这么大？可是不管怎么说，当年的楚轩正法也是被称为天才的，甚至可以说在他们那一代人中，除了楚轩辕外，楚轩正法的修炼天赋可以说是很顶尖的。父亲，你不是也在这里修炼过一阵子了吗？难道你没有感受到突破的契机？楚灵犀问道。的确有所领悟，但突破契机还远远没有感受到。楚轩正法说道。不对啊，您只是1品尊者，不应该修炼这么久，还没领悟到突破契机呀。楚灵犀皱着眉头，就好像想不明白为何他父亲这么久都没有突破一样，而这让他的父亲楚轩正法则是有些尴尬。可能这就是天赋的差距吧，这种差距真的是想不承认都是不行。而楚轩正法则是一脸苦笑，前辈，也许是您的修炼方法不对，您换个方法重新感悟一下试试。可就在这时，楚风却是忽然开口。楚风不仅开口，还交给了楚轩正法一个独特的感悟此处天地能量的方法。这个修炼方法很是独特，不是简单的运用玄功修炼，而是更多的调动血脉之力。而楚轩正法也真的按照楚风所教他的方法去感悟此处的天地能量。可他这一感应不要紧，他的整个脸庞都变得精彩起来，这感觉太不思议了。原来是我之前的修炼方法错了。楚轩正法变得兴奋不已，激动的简直就快要跳了起来。因为按照楚风所教他的修炼方法，他发现此处的天地能量不仅变得更加的浓郁，就连此处的修武之道都变得清晰了不少。运用这个方法之前和运用这个方法之后，就好像身处在2个完全不同的修炼阵一样。看来的确是前辈之前的修炼方法错了。楚风说道。天才，楚风，你不愧是天才，难怪你修炼的速度快，你这领悟力真不是我能比的。今日我算是服气了。楚轩正法开心极了，不停地夸赞着楚风，激动的他已经有些手舞足蹈，甚至失了方寸。他那个样子恨不得想在楚风脸上亲一口。不过仔细想想，倒也能够理解，身为修武者，谁不希望自己的修为能够变强？而楚轩正法知道，按照楚风所教他的这个修炼方法，他在这血脉阵内修炼，修为也会突飞猛进。尽管不能像楚灵犀那样有自信在1年之内便踏入5品尊者，可是在他看来，1年之内踏入2品尊者却是没问题的。假如1年之内就能踏入2品尊者，那么10年之内、100年之内又当如何？在他看来，就算日后踏入至尊境，也不是没有可能。可要知道，在以前的他看来，至尊境乃是想都不敢想的事，而让他会有如此变化，靠的不仅是这血脉阵的力量，还是楚风教他的修炼方法。对楚风而言，只是简单的一个方法，可是对他而言，简直是天大的恩惠。父亲，楚风的这个方法真的这么有效吗？可为什么我使用并没有太大差别？看着自己的父亲如此兴奋，楚灵犀也是按照楚风所说的方法试了起来，可最终的结果已是如他所说，根本没有太大效果。所以他有点怀疑他父亲此刻夸张的表现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这当然是真的。灵犀，你真的感觉不到变化吗？听闻楚灵犀说他感觉不到变化，楚轩正法也同样感到意外。我很的感受不到变化呀。楚灵犀说道。不解之际，楚灵犀和楚轩正法这位父女俩都将目光投向了楚风。灵犀，你的领悟力已经很高，所以不需要用这个方法。我这个方法结合了血脉之力的使用，在其他地方也许无效，但在这血脉修炼阵内的确会提升领悟力。楚风说道。原来是这样，我似乎明白为何同样修炼，有的人修炼的慢，有的人修炼的快了，倒了半天从一开始就没有感受到同等的力量，倒了半天天赋的差距是这个样子的。不过楚风，你是怎么知道用这个方法就能让我父亲提升领悟力的？楚灵犀问道。说实话，我也是刚刚才有这种想法的，毕竟这里只有对尊者境的帮助才大一点，我也只有踏入尊者境之后才能茅塞顿开吧。其实也不能确定，只是想试一试，但既然能够帮到前辈，那自然便是最好。楚风说道。何止是帮助我，楚风，有了你这个方法，我族人都会受益，甚至族长大人也有机会成为至尊强者。楚风，你可真是太天才了，你简直是我楚世天族的英雄。楚轩正法的兴奋丝毫未减，甚至越发激动起来。他的激动是有感而发，首先能够让这血脉修炼阵永久开启，本就是楚风的功劳，而现在楚风又教给了他们这个特殊的修炼方法，可以让他们修炼的速度加快许多。这可不只是对他一个人有帮助，而是对楚世天族的后代子子孙孙都有帮助。
楚轩正法甚至觉得继续这样下去，他楚氏天族将成为如同灵狐天族那样的强大天族，而这一切都靠楚风。父亲，您有点夸张了吧？您这样，楚风他压力很大的吧？只是看着自己的父亲，楚灵溪却是皱起了眉头，就连他也是第一次看到他的父亲激动成这个样子。灵溪，你不知道，这对我楚氏天族来说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它会改变我楚氏天族的命运，改变我楚氏天族的命运，你知道吗？而这一切都靠楚风，难道不应当称他为英雄？楚轩正法说道。前辈，我也是楚氏天族族人，这都是我应该做的。楚风说道。父亲，您还是冷静冷静，然后开始修炼吧。我和楚风也要修炼了。楚灵溪说道。好，你们修炼，修炼要紧，修炼要紧。我先将这个好消息去告诉汉鹏大人，让汉鹏大人也感受一下此处的天地能量原来是如此的浓郁。楚轩正法说这话的时候是大笑着的，并且哪怕他走远了，笑声却依旧回荡着。我说，楚风，你好像把我父亲刺激到了，不过你真的很厉害，我就没有想到，可能是我父亲他们的领悟方法不对，而且我也找不到帮助他们提升领悟力的方法。尽管我不知道我父亲他用了你的方法后究竟有了多大的变化，但看他的反应，应该变化还是蛮大的。看来你真的要成为我楚氏天族的英雄了。楚灵溪对楚风说道。厉害的并不是我，而是此处的建造者，这才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也是我楚氏天族的恩人。楚风对于此处的建造者越发的好奇起来，的确很了不起。不过先别想这些了，还是抓紧修炼吧，记住要专心修炼，不可分神。楚灵溪说道。丫头，你这样催促我修炼，是不是知道什么事？楚风问道。他总觉得楚灵溪这样催促他修炼定然有些原因，难道不知道灵狐鸿飞出关了？楚灵溪问道。出关？他何时闭关的？我都不知道。楚风说道。难怪你一点紧迫感都没有，你可要知道灵狐天族有着一座非常厉害的阵法，名为雷火血脉阵，只要能够那血脉阵内出来，修为定会大涨，就连天赋也会提升。据说灵狐鸿飞与你在九龙上界一战后便进入了雷火血脉阵，而他现在已经从那雷火血脉阵出来了，虽然不知道他现在有了怎样的变化，但修为定然今非昔比。楚灵溪说道。原来是这样，难怪你娘亲她在这个时候将那火灵咒交给我。楚风说道。那火灵咒本来就属于你，不过我娘亲急着交给你，也的确是因为灵狐鸿飞。楚灵溪说道。随后楚风便与楚灵溪一同盘膝而坐，感受此处的天地能量以及修武之道。他们两个都希望能够尽快提升修为，哪怕只是一品也好。只是此处与奇遇之地不同，奇遇之地可在短时间内提升修为，但这里却不一样，这里乃是修炼之地，必须花费时间慢慢领悟才行。然而他们两个只是修炼了半日不到的时间便被打断了，来者乃是楚轩正法。楚风，大事不好了！楚轩正法说道。前辈，怎么了？听得楚轩正法的声音，楚风就知道是有大事发生，而他这一询问不要紧，还真的是有大事。原来是楚氏天族族长的伤势，就连梁秋大师和梁秋成风这两位界灵大师也是有些招架不住，需要楚风帮忙，事关楚氏天族族长安危。楚风哪里敢怠慢，立刻动身前往了楚氏天族族长疗伤的地方。当楚风进入其中之后，梁秋大师便布置了结界，并且布置结界前还放了话，就算天塌了也不可以打扰他们，否则楚氏天族族长将性命不保。听到梁秋大师的话后，楚轩正法等人也意识到了族长大人的情况的确很不乐观，只不过他们却没有任何办法，毕竟这件事他们都插不上手，能指望的唯有梁秋大师、梁秋成风和楚风了。看来族长大人的情况很不乐观。楚灵溪此刻也是一脸的凝重，他从小是在楚氏天族长大的，所以楚氏天族族长对他而言也如同爷爷一样，他自然不希望楚氏天族族长出事。族长大人，吉人自有天相，应该不会有事的。楚轩正法安抚道。大人，不好了！可就在这时，一位刑罚堂的高手则是跑了过来，此时他的情绪非常的紧张，那个模样就像是大祸临头一样。发生何事了？楚轩正法问道。是灵狐天族，那位高手说道。灵狐天族？听得此话，楚轩正法以及楚灵溪皆是神色一动，是灵狐鸿飞和灵狐天族的高手一同来的。他指名道姓要挑战楚风。那位说道。挑战楚风？听得此话，楚轩正法也是眉头紧皱。灵狐天族是何物？那可是如今正与星域主界争夺霸主之位的存在，说其是祖武星域最强的势力也不为过。现在这样的势力来找麻烦，这叫他如何应对？莫说古明渊不在，就算古明渊在，他也是难以招架。竟然来得这么快！不过相比于楚轩正法，楚灵溪对于眼下的情况却像是早有预料一样。忽然楚灵溪身形一动，便向楚氏天族之外飞掠而去。灵溪，你做什么？楚轩正法问道。父亲，人家都挑战上门了，岂能退缩？既然楚风无法应战，那我就替他会一会这个所谓的第一天才令狐鸿飞。楚灵溪说话的时候，身影已经消失不见，唯有他的声音回荡于虚空之上。尽管他的声音充满了自信，可是楚轩正法还是放心不下，于是身形一纵，便追了过去。楚风自从进入疗伤的大殿，便全力配合梁秋大师来医治楚氏天族族长，而这一医治便是足足3日时间。3日的时间内，楚氏天族族长的情况也终于得以稳定。虽然楚氏天族族长还陷入昏迷之中，并且需要慢慢调理伤情，可至少已经没有了生命危险。前辈大恩不言谢，可今日之恩，我楚风不得不谢。忽然，楚风对着梁秋大师和梁秋成风施以大礼。楚风很清楚，楚氏天族族长能有今日，可以说是梁秋大师硬生生的将他从鬼门关拉回来的。
这乃是真正的救命之恩。楚风小友，这都是老夫应该做的，就冲你我的交情，我也不能见死不救。况且你也出了不少力，若是没有你的话，你家族长大人怕也是无法治愈。梁秋大师说道。楚风家师说的对，说到功劳，你也是功不可没。梁秋乘风说道。而面对这两位，楚风则是感动的不行，于是说道：前辈的大恩大德，楚风日后必会报答。好了，楚风，想必你们族人也都很担心你家族长，还是赶快将这个好消息去告诉他们吧，免得让他们担心。梁秋大师说道。听得此话，楚风也是赶忙起身，而梁秋大师也是大袖一挥，将封锁此处的结界阵法消散。当结界阵法消散的那一刻，楚风发现楚轩正法就站在门口处，只不过此时的他却是满面苍白，在他的脸上布满了担忧之色。楚风，族长大人怎么样？楚轩正法上前问道。前辈，族长大人已经脱离生命危险，加以10日便会康复。楚风说道。可是楚风此话刚刚说完，那楚轩正法却是忽然跪在了地上，并且开始向梁秋大师和梁秋乘风师以跪拜大礼。梁秋大师与梁秋乘风一脸茫然不解之际，将目光投向楚风。本来楚风还觉得楚轩正法是感激梁秋大师和梁秋乘风对族长大人的救命之恩，可直到楚轩正法开口之后，楚风才意识到不对。两位大人，您救治我族长已是天大的恩惠，本不该在这个时候再打扰你们，可小女伤势极重，我实在没有办法了，还请前辈出手相助，救小女一命。楚轩正法说这话的时候，不仅磕头作揖，更是痛哭流涕。前辈，灵犀她怎么了？此时楚风终于意识到了事情不对，赶忙上前问道。楚轩正法并没有回答，而是继续对梁秋大师和梁秋乘风磕头作揖，请求他们医治楚灵犀，快将你女儿带过来。梁秋大师说道。梁秋大师说此话的时候，楚风已是冲到了门外，只是来到门外之后，楚风却是愣在了那里。在那里不仅有楚汉鹏等楚氏天族的大人物，还有楚灵犀，只是此刻的楚灵犀不仅浑身是血，满面苍白，就连气息也是极其卑微，卑微到几乎没有，快要消失。但最触目惊心的是，楚灵犀的双眼竟然不见了，他竟被人活生生的挖掉了双眼。尽管还不明真相，可只是见此一幕，楚风便感觉自己的心宛如刀割，疼得难以忍受。